第一课，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听起来很可行。我还能做些什么来保持健康和活跃？吃有营养的膳食至关重要，保持水分同样重要。绝对可以。我尽量在饮食中加入各种水果和蔬菜。这是个好方法，多样性可确保您获得一系列维生素和矿物质。我还想将定期锻炼纳入我的日常锻炼，以保持健康。这真是个好主意。寻找自己喜欢的活动将使您更容易坚持下去。没错，我正在考虑将有氧运动与一些力量训练相结合，以保持平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一致性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我很高兴能开始看看这些变化如何对我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第二课，参观白金汉宫。当你在伦敦时，你一定要去白金汉宫。你在那里的时候看过卫兵换岗吗？是的，我做到了。这是一次充满传统和仪式的迷人经历。我能想象，警卫的精确度和纪律令人印象深刻。绝对可以。在宫殿的背景下，他们的制服颜色令人惊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机会。你拍过任何令人难忘的镜头吗？我拍了不少。宫殿周围的气氛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太棒了！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旅行变得如此丰富。我完全同意。每次访问都会教会我一些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新知识。第三课，体育运动中的药物测试。想想奥运会药物测试是如何开始的，这标志着人类体育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这很有趣。绝对可以。这是朝着确保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完整性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运动员经常使用增强成绩的物质，而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是的，它引发了严重的伦理问题，即公平竞争意味着什么？没错，药物测试的引入有助于为所有竞争对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实如此。此外，它鼓励运动员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和自然能力，而不是捷径。我认为这对于体育精神非常重要。当然，它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应该是田径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想知道这些年来测试方法是如何演变的，以适应新物质的发展。第四课，旅行计划。我正在考虑访问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对该看什么有什么建议吗？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景点。绝对可以。在法国，我听说埃菲尔铁塔是必看的。当然，另外，千万不要错过卢浮宫，这里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艺术品。很棒的建议。那意大利呢？那里有什么亮点吗？
威尼斯极其美丽的运河绝对不会出错，罗马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我一定要把它们添加到我的清单中。那西班牙呢？巴塞罗那的建筑，尤其是高迪的作品，确实非常了不起，所以一定要来参观。这些听起来都很棒，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和沉浸在这些文化中。第5课，野生动物奇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地方有多漂亮，看看树木和开阔的天空。它确实令人惊叹，试想一下，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当然，我一直想在鹿的自然栖息地看到一只鹿。你认为我们应该带一些双筒望远镜吗？是的，那将是个好主意。双筒望远镜将帮助我们仔细观察我们遇到的任何动物。那零食呢？我听说徒步旅行会让你真的很饿。当然，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冒险打包一些路线，也许还有一些三明治。听起来很完美。在探索时，我们还应该带上充足的水来保持水分。好主意，保持水分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在阳光下待一会的时候。我们还应该考虑用相机来捕捉我们发现的瞬间吗？第6课，历史宝藏。我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遗迹的信息，你去过吗？还没有，但我读到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景点值得一看。你认为哪些是必看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去看看这座古老的堡垒，它历史悠久，景色迷人。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历史和美丽的风景融为一体。别忘了附近的博物馆，这里有展示当地文化的展品。我全力支持学习新知识，尤其是我们正在访问的地区的历史。此外，我们可以参加导览游，深入了解每个遗址的历史意义。好主意，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故事或事实。第7课，群体动力学。我刚刚发现我们进入了第4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井井有条。是的，让我们确保为我们计划的任何活动做好准备。你认为我们应该讨论我们的小组项目策略吗？当然，重要的是，我们都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和需要做什么。我建议我们从确定每个人的长处开始，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利用他们。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如果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都会感到更加投入。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群聊，让所有人了解整个项目的情况。我喜欢这个主意，它将使沟通更容易，并确保没有人感到被排斥在外。此外，它将帮助我们在截止日期和责任方面保持正轨。第8课，可持续的选择。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在实践中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太棒了！对于企业来说，考虑其环境影响非常重要。没错，我相信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可以真正有所作为。
你找到任何对你来说脱颖而出的品牌了吗？是的，有一些专注于环保产品和合乎道德的采购。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总是件好事。我们还应该探索可能提供可持续产品的本地企业。绝对可以。支持当地人可以帮助加强社区，同时保持环保意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购买习惯的微小变化能带来更大的影响。第9课，创意形状。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可以用模具创造出所有不同的形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项目。你在考虑什么形状？我在想，我们可以制作星星、心形，甚至一些几何形状以供选择。这些都是好主意。使用不同的模具肯定会让我们的创作更有趣。我们也可以尝试颜色，混合它们可以产生一些独特的结果。是的，我等不及要看看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多么鲜艳，尤其是颜色正确。我们还应该考虑我们想要用来制作形状的材料。好主意。选择正确的材料将决定我们作品的最终外观和感觉。我很高兴能开始这个项目，看看我们能想出什么神奇的形状。第10课，时尚泳装。我听说商场里有一些很棒的商店出售时尚泳装。哦，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我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海滩旅行寻找一件新的泳衣。有一家商店专门销售独特的设计，我想你会喜欢他们的系列。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想要一件既时尚又舒适的游泳用品。另外，它们有多种尺寸，非常适合寻找完美合身的款式。我很感激。支持适合所有体型的品牌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计划一个购物日，尝试不同的款式可能会很有趣。当然，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挑选最佳选择。我等不及要看看最新的潮流了，更新我们的夏季衣橱总是令人兴奋的。第11课，每日成本。太棒了！我们每天的活动费用是多少？每天大约$50。对于我们将要做的一切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这包括餐费和任何景点入场费，对吧？是的，没错。我们将能够享受我们的时光，而不必过分担心开支。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前计划膳食，以充分利用预算。这是个聪明的主意。我们可以在附近找到一些价格合理但美味的选择。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自己准备一些饭菜，以节省更多。我喜欢那个。一起做饭可以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也是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总的来说，听起来我们在有效管理成本的同时，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第12课，环保清洁。是的，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进行清洁的方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我们可以使用很多天然替代品。我读过关于使用醋和小苏打来完成各种清洁任务的文章。
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们对地球有效且安全，这是双赢的。我也对探索可生物降解的清洁产品感兴趣。是的，它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们会自然分解，并且不会污染。我们还应该研究 DIY 清洁解决方案，自己动手制作可能很有趣。我同意。另外，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香味和成分。得知我们做出的选择既有利于我们的家庭，又有利于环境，这真是令人欣慰。第13课：历史事件。印第安人恢复了平静，但在1609年底，史密斯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受伤。这听起来像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到底发生了什么？史密斯在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受伤，这极大地影响了与当地部落的关系。我可以想象那一刻对双方来说是多么的关键。是的，它导致了动态的变化，影响了他们互动的未来。历史是如此迷人，了解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从过去中吸取教训。没错，认识历史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我很想进一步了解那个时期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让我们找一些深入研究这些历史事件的纪录片或书籍。第14课：准备晚餐。我们晚餐不也需要一些肉吗？是的，让我们来点鸡肉和碎牛肉作为餐点的多样性。听起来不错，我们可以做美味的炒菜，或者做一些汉堡。我喜欢这两个想法，如果能为我们的晚餐计划提供选择，那就太好了。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些蔬菜来搭配肉吗？绝对可以，新鲜蔬菜将为我们的膳食增添风味和营养。我想的是甜椒和西兰花，它们与鸡肉和牛肉搭配得很好。很棒的选择。另外，它们将为我们的菜肴增添一抹漂亮的色彩。我等不及要一起做饭，享受一顿充满美味口味的美味晚餐了。第15课：周末历险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周末我们想探索多少地方，这将是一次冒险。绝对可以。我一直很期待参观市中心的新艺术展览，听起来很迷人。对吧？另外，公园的美食节应该有一些很棒的当地菜肴可供尝试。哦，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们四处走动时，空气中弥漫着美味的气味了。而且，我们一定要去我听说的那家隐藏的书店看看，那里可能有一些罕见的发现。是的，我喜欢发现一个装满书籍，甚至一些独特纪念品的舒适地方的想法。别忘了晚上举行的户外音乐会，这将是结束一天的完美方式。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应该计划先去吃点食物，然后去听音乐会。同意。我等不及要和你分享所有这些经历了，这将是令人难忘的。第16课：初次体验。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真的很想确保自己沉浸在这个地方所提供的一切中。这是个好方法。探索新地方总是令人兴奋的，但你也应该花点时间。没错，我本来想通过谈判安排一次导游的游览，以真正了解该地区的历史。这是个聪明的主意，拥有知识渊博的导游确实可以增强体验。另外，他们可能会带我们去一些普通旅行指南中没有的隐藏宝石。当然，我喜欢探索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我想捕捉每一刻，所以我会拍很多照片来纪念这次冒险。这就是精神。照片是在结束很久之后重温这些体验的好方法。我迫不及待地想与家乡的朋友分享这次旅行的所有故事和回忆。第17课，记忆盒。嘿，你曾经创建过记忆盒吗？我认为这是保存珍贵物品的绝佳方式。是的，我有一个，里面充斥着我生命中不同时刻的感伤物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太棒了！你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有旧信、音乐会的门票存根，甚至还有几张能带回美好回忆的照片。这些听起来像珍贵的纪念品。我想我也想为自己做一个。你绝对应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项目，它可以让你反思自己的旅程。我喜欢每当我感到怀旧或只想微笑时，重温那些回忆的想法。回顾塑造我们今天身份的时刻，可能令人欣慰。我希望我的记忆盒能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每件物品代表不同的章节。第18课，驾驶安全。当然，学生司机仍然必须非常小心，开车是一项重大责任，不应掉以轻心。绝对可以，必须始终有专家或有执照的司机在车内提供指导。这是个好观点，有经验的人确实有助于在旅途中建立信心。此外，他们可以提供有关如何处理不同驾驶情况的提示，这非常宝贵。没错，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驾驶课时感到紧张，但是有教练对我有很大帮助。是的，这种支持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练习和培养技能。学习道路规则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尤其是新司机。当然，无论有人在方向盘后面有多自信，都应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认为对于新手来说，花点时间而不是匆忙做事非常重要。第19课，寻找出路。哇，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你最终找到了出路，还是需要寻求帮助？我不得不问过几次方向，但这是一次我很感激的学习经历。太棒了！寻求帮助通常会导致你发现原本可能没有考虑过的新地方。没错，有时当地人对去哪里和看什么都有最好的建议。我喜欢通过与当地人的对话来体验该地区的文化的想法。
当然，它不仅可以使旅程与目的地有关，还可以与沿途的体验有关。另外，这很好的提醒人们，当你感到迷失时，可以寻求帮助。绝对可以，每个人都去过那里，大多数人很乐意为同行旅行者提供帮助。我认为那些不确定的时刻，实际上可以带来一些最好的故事。第20课，海滩放松。在那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沙滩上放松身心，在清澈的海水中浮潜。这听起来绝对是天堂般的。海滩是放松身心和与大自然交往的理想场所。确实如此，我喜欢漂浮在水中，看着五颜六色的鱼在我身下游泳。浮潜听起来很刺激。你在冒险中看到过任何独特的海洋生物吗？是的，我发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珊瑚礁，甚至还有一只海龟优雅的划过。哇，那一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一直想近距离看一只海龟。确实如此，身处水中，被这样的美景所包围，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我能想象，海浪的声音和阳光的温暖一定很舒缓。绝对可以，这是恢复精力、忘记日常压力的完美方式。第21课，展望未来。我很期待，这将是美好的一天，充满了有趣的活动和很棒的陪伴。我也等不及了，让我们确保我们坚持我们的计划，一起享受每一刻。当然，那么星期六10点30分见，对吧？是的，太完美了。我将倒计时，直到我们的冒险开始的日子。我也是，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值得期待，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计划这些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创造美好的回忆。与朋友分享这些经历真是太好了，它会让一切变得更加愉快。我同意，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探索。当然，我很想知道这一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第22课，便利的地点。在计划郊游时，便利的位置始终是一大优势，它使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太棒了！你是怎么遇到这个地方的？我在网上搜索当地景点时，偶然发现了它，它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听起来你做了一些很棒的研究。寻找隐藏的宝石确实可以增强我们的计划。当然，另外，靠近一切意味着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探索时间。没错，当我们渴望开始冒险时，我喜欢不必担心长途旅行。能灵活安排我们的日程安排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增加更多活动。是的，这种自发性可以带来一些最佳体验。我很高兴看到附近还有什么，探索会很有趣。第23课，自我表达。
自我表达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能够展示自己的个性。我完全同意。寻找表达自我的方式可以带来解放和充实。没错，无论是通过艺术、时尚，还是我们的爱好，它都反映了我们的身份。是的，它还可以将我们与其他有着相似兴趣和激情的人联系起来。这是真的。令人惊讶的是，自我表达能够促进社区和理解。此外，它鼓励创造力，从而带来新的想法和视角。绝对可以。我喜欢看到人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这令人鼓舞。确实如此，我们应该庆祝这些差异，互相学习。我完全同意。拥抱我们的个性，可以丰富我们和周围人的生活。第24课，方向。对不起，我怎么从这里去图书馆？我有点转过身来。没问题，只要向左走第2个路口，然后直行，你会在右边看到它。非常感谢，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我担心我永远找不到。这是我的荣幸。图书馆是参观的好地方，特别是如果你喜欢阅读或学习。我愿意。我喜欢迷失在书中，喜欢寻找新的故事来探索。你一定会在那里找到很多很棒的资源，这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再次感谢你的指示，你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随时都可以。祝您参观图书馆愉快，阅读愉快。我会的。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5课，烹饪历险记。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尝试新食谱，因为探索不同的美食真的让我兴奋不已。听起来棒极了！我相信烹饪可以成为表达创造力的绝佳方式，你不觉得吗？绝对可以。每道菜都讲述一个故事，让你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一部分。对尝试新事物的期待，真的会让烹饪感觉像是一次冒险，你不同意吗？是的，我等不及要尝试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口味和技巧了。这就是精神。你有没有想过一道特别的菜，希望有一天能做？我对正宗的泰国菜非常感兴趣，甜、酸、辣的平衡简直令人着迷。哦，听起来很好吃。我一直想学习如何制作完美的泰式炒河粉。它肯定在我的清单上。我听说秘诀在于酱汁和食材的新鲜度。第26课，Doggone 安全。你知道，我一直在想狗怎么能成为如此棒的伴侣，尤其是在安全方面。这是真的，它们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意识，可以本能地保护自己的主人。另外，它们忠诚而深情，这使它们成为任何家庭的绝佳成员。绝对可以，但是考虑可能采取的其他安全措施也很重要，对吧？是的，
全面的安全方法确实可以让您高枕无忧。您是否有任何特定的系统，例如警报器或摄像头？我确实有安全摄像头，得知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监控我的家，这让人放心。太聪明了！将科技与狗的自然本能相结合，似乎是一种制胜策略。没错，我觉得狗的存在增加了额外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第27课，午餐和语言。我发现与说英语的朋友共度时光非常充实，它确实有助于提高我的语言技能。太棒了！与母语人士交谈，可以让你获得教科书经常错过的见解。当然，我喜欢我们的午餐会议，因为它们不只是关于食物，它们是关于交流和学习。没错，共享一顿饭可以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您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流想法。一边聊天一边尝试新菜，会让体验更加愉快。午餐期间，你最喜欢分享什么美食？我喜欢意大利菜，意大利面和披萨一直很受欢迎，它们引发了关于文化的有趣对话。听起来很好吃。我认为边吃边讨论食物确实可以增强体验。是的，它通常会导致学习与烹饪和餐饮有关的新短语和词汇。第28课，花园荣耀。看到一个郁郁葱葱、充满活力的花园，真是令人满意，你不觉得吗？绝对可以。健康的草坪和花园可以为家带来如此多的美丽和宁静。我喜欢它如何营造出温馨的氛围，尤其是在举办户外聚会时。是的，它还为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和放松身心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我花了更多的时间照料我的花园，看到花园蓬勃发展，感觉很有意义。太棒了！你有什么类型的植物？我混合了花和蔬菜，每一种都增添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用途。听起来很可爱。我认为自己种食物是一种非常充实的经历。确实如此，没有什么比新鲜采摘的蔬菜的味道更像了。第29课，导航方向。那么，当你迷路时，再次找到出路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通常会问别人指路，这是回到正轨的最快方法，你不觉得吗？绝对可以。有时候，随身携带地图或 GPS 来提供额外指导会有所帮助。是的，但有时你只需要注意地标即可，尤其是在散步时。对，我发现记住关键点很有帮助，比如在红绿灯处右转的地方。这是个很棒的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了解周围的环境。没错，而且如果你碰巧错过了转弯，最好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路线。当然，适应性是导航的关键，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障碍。有点像生活，不是吗？有时你必须采取意想不到的转机。第30课，天气奇观。嘿，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听说天气晴朗又温暖，非常适合野餐。是的，外面绝对漂亮。这样的日子让我更加欣赏大自然。我同意，这是聚集朋友并在户外用餐的理想机会。当然，在绿树环绕的新鲜空气中吃饭有一些特别之处。之后我们可以玩一些游戏来充分利用这一天。这听起来像是一场爆炸。你认为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食物？我认为三明治和新鲜水果是不错的选择，它们很容易打包和食用。好主意。也许还有一些清凉的饮料，可以让我们在阳光下保持凉爽。绝对可以，在这样温暖的日子里，冰镇柠檬水将是完美的选择。第31课，冲突解决。在冲突升级之前，解决冲突至关重要，你不觉得吗？绝对可以。开放的沟通通常可以防止误解变成更大的问题。是的，在任何关系中，积极讨论感受和担忧都非常重要。它还有助于建立信任，这对于健康的互动至关重要。没错，有时候这是关于愿意倾听和理解不同的观点。我同意。我们还应该对妥协持开放态度，因为妥协表明了对彼此观点的尊重。这是关键点，找到共同点通常可以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同努力，而不是相互对抗。它使解决过程更加顺畅，更具建设性。第32课，优质服装。在购买衣服时，你对衣服的质量有何看法？它真的可以被击中或错过。我有过期望与现实不符的经历。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购买之前阅读评论的原因。聪明的举动。评论可以提供产品描述可能未涵盖的见解。没错，这就像偷看其他客户的体验一样。是的，这有助于了解尺码是否正确，或者面料在洗涤后是否保持不变。对，我更喜欢投资一些优质的作品，而不是购买许多经久不起的作品。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从长远来看，优质的服装可以省钱。另外，穿做工精良的衣服可以增强您的信心和舒适度。第33课，神秘方向。好吧，如果我需要去市区，该怎么办？只要在红绿灯处右转，你就可以上路了。听起来很简单。这条路线上还有什么我需要注意的吗？是的，留意任何路标，它们可以引导你一路前进。明白了。在繁忙的街道上行驶时，保持警觉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另外，了解主要地标可以帮助您感到更加自信。没错，我喜欢想象前进的道路，所以我不只是依赖记忆。
这是个聪明的策略，它可以减轻旅途的压力。而且，如果我错过了转弯，我只需要抓住下一个机会转过身来。第34课，文化遗产。我经常反思文化和遗产的重要性，它确实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我完全同意，感受与我们的根源的联系，并了解我们的历史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你考虑到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时。是的，我有责任欣赏和保护这一伟大的共同遗产。没错，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就像随身携带一部分祖先一样。我相信与他人分享这些价值观可以促进理解和尊重。绝对可以，在寻找共同点的同时，庆祝我们的分歧很重要。讨论文化遗产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你不觉得吗？当然，它开启了一种可以导致更深层次联系的对话。第35课，仓库困境。你知道，维护仓库确实会消耗财务资源，尤其是在升级设备方面。当然，而且成本可能会迅速增加，这使得公司很难证明如此多的支出是合理的。的确如此，尤其是当他们必须与其他可能更注重削减成本的航空公司竞争时。对，如果没有航空公司愿意投资与改进，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运营问题。没错，这令人沮丧，因为这些升级对于安全和效率至关重要。当然，如果没有现代设备，他们就有可能落后于竞争对手。另外，设备越旧，维修费用就越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是的，这确实让你想知道有些公司是如何设法在如此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维持生计的。这一切都归结为战略规划和确保他们明智的分配资金。第36课，旧货店宝藏。我最近去了一些旧货店寻找独特的物品，这总是一次冒险。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你有没有找到任何引起你注意的连衣裙或上衣？是的，我找到了几件绝对漂亮的复古连衣裙。哇，复古作品通常具有这样的个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没错，我喜欢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魅力。你在那里的时候发现了其他有趣的东西吗？我还遇到了一些很酷的配饰，比如帽子和包包，它们简直就是个性。太棒了！旧货店非常适合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发现独特的时尚单品。我完全同意，我想我会把它当作我日常购物的一部分。第37课，经济实惠的发现。我认为找到符合我们预算的物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购买必需品时。绝对可以。想让我分享我找到的一些超值优惠的链接吗？那真的很有帮助。是的，拜托，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共同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会马上把它们寄过来。我找到了一些不会花很多钱的很棒的产品。听起来很完美，我很感激你抽出时间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完全没问题。我喜欢寻找优惠的价格，对我来说，这就像寻宝。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另外，在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的同时，省钱总是件好事。没错，让我们在此时留意销售和折扣。当然，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能一起发现什么。第38课，日落的宁静。太酷了！我喜欢躺在沙滩上看着太阳下山，这是一种非常平静的体验。绝对可以。随着一天的结束，天空中的色彩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是的，那些鲜艳的橙色和粉色色调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同意，这是放松身心和反思一天的最佳时机。此外，听到海浪冲击岸边的声音也增添了平静的气氛。当然，它为放松身心和享受这一刻提供了完美的背景。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计划一次海滩旅行，那样会让人耳目一新。听起来太神奇了！在海滩上享受日落野餐将是结束一天的理想方式。是的，让我们收集一些零食和饮料，让它成为一次难忘的体验。第39课，健康的选择。让我们一周吃点水果和蔬菜，它们对均衡饮食至关重要。听起来不错，你有什么感觉？我想吃点新鲜又松脆的东西。我想去买一些多汁的草莓和脆的黄瓜。很棒的选择，草莓非常适合作为零食，黄瓜在沙拉中也很清爽。没错，另外，我们可以在冰沙中使用它们来制作营养丰富的早餐。是的，我喜欢用一杯装满新鲜食材的冰沙开始新的一天。别忘了牛油果，它们非常适合制作美味的吐司。绝对可以，牛油果吐司是我的早餐主食，它既美味又饱腹感。让我们列出我们想买的所有东西，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任何东西。第40课，健身套路。你通常在健身房待多长时间？我通常以大约1个小时为目标。听起来差不多。有时候，如果我正在努力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会把它推得更长一段时间。是的，我发现1个小时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尤其是当我集中精力和动力时。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真正挑战自己。你有最喜欢的锻炼计划要坚持吗？我喜欢把它与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混为一谈，它能让事情变得有趣。太聪明了！我通常专注于力量训练，但想融入更多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确实可以提高你的能量水平和耐力，值得将其添加到你的日常活动中。我一定会考虑的。让我们互相激励，实现我们的健身目标。第41课，探索城市。
参观一个以其标志性建筑和热闹的夜生活而闻名的城市怎么样？这听起来是个不可思议的主意。天黑后体验城市有一些特别之处。绝对可以，灯光和氛围可以完全改变一个地方的感觉。而且，标志性建筑在夜间点亮后看起来更加迷人，就像漫步在明信片中一样。是的。此外，探索新社区和品尝当地美食可以让您的旅程变得难忘。我完全同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沉浸在城市的文化和氛围中。让我们列出符合这种描述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了。好主意，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下一次冒险有哪些选择。我也是，在这座充满生机的、充满活力的城市里创造回忆，真是太神奇了。第42课，开放式沟通。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提问，我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你太善良了，开放式沟通使一切变得更加容易。绝对可以，我认为这对于确保每个人的意见一致至关重要。是的，这也是建立信任和促进合作的好方法。当然，我们沟通的越多，过程就会越顺利。我同意。另外，它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问题变成更大的问题之前将其解决。没错，我随时愿意接受反馈和建议，它可以帮助我改进。这是一种很棒的心态。我感谢你愿意参与公开对话。谢谢。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积极和富有成效的环境。第43课，历史背景。史密斯靠在头上，被释放后回到了詹姆斯敦，这真是个好故事。确实如此，这些早期定居点的历史充满了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绝对可以，想想他们在那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真是不可思议。是的，定居者与土著人民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往往动荡不安。没错，了解这些动态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那个时代。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从过去吸取教训，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将其应用于当今的生活。是的，探索这些事件如何塑造国家的未来，总是很有趣。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有太多东西需要揭开。第44课，历史挑战。1813年春天，整个省份都陷入了绝望，似乎很可能陷入混乱，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它确实凸显了冲突和变革时期的稳定是多么脆弱。绝对可以，对领导人和公民来说，压力一定是巨大的。是的，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祖先所面临的困难。没错，想想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子孙后代，真是令人着迷。
我同意，这提醒人们在逆境中表现出的韧性。当然，历史挑战往往导致社会的重大进步和变化。是的，在那个时期吸取的经验教训，今天仍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我认为反思这些事件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第45课，创作自由。我相信，我们需要在某件事上工作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总体影响就越大。这是一个很棒的视角。有时候，花时间完善某件事，确实是有回报的。绝对可以。匆忙完成任务可能会导致错误，从而阻碍最终产品的制作。是的，当我们允许自己不受压力的自由探索想法时，创造力就会蓬勃发展。没错，重要的是要在过程中找到快乐，而不仅仅是专注于最终结果。我完全同意。当我们享受所做的事情时，这通常体现在我们的工作质量上。是的，这种热情可以传染给他人，激励他人积极参与。当然，在我们共同开展项目时，请记住这一点。当然，我很高兴看到，当我们花点时间玩得开心时，能创造出什么。第46课，窗户奇观。旅行时，我总是喜欢靠窗的座位，看着外面的风景展开，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我完全同意。旅途中景观的变化令人着迷，不是吗？是的，尤其是当你从上面看到山脉或河流时，感觉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没错，而且你可以从地上发现你永远不会注意到的小城镇和田野。我发现自己在做白日梦，想着我们飞过那些地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哦，我也是。想一想这些景观背后的故事，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真是令人着迷。当太阳落山时，天空中的色彩可能会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最棒的部分。黄金时刻让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美丽，几乎是超现实的。我喜欢用相机捕捉那些时刻，它们就像回忆的快照。第47课 Fishy Friends。你有没有注意到金鱼在水箱里似乎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的，他们在彼此附近游泳，几乎在玩游戏，不是吗？就像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一样，充满乐趣和好奇心。我知道，看着他们飞来飞去真是太有趣了，而且总是让我微笑。它们也有如此鲜艳的色彩，就像水箱里活生生的艺术品一样。当他们一起游泳时，你真的可以看到他们的个性得以体现。没错，有时候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以自己的方式相互交流。那太迷人了，想象一下他们在游泳时可能进行的对话。我认为他们喜欢彼此的陪伴，就像我们在一起时一样。第48课，独特的住宿。我最近在爱比营有了一次独特的体验，我很乐意与大家分享。哦，真的吗？是什么让它如此特别？
好吧，从装饰到计划中的活动，我们能够完全定制我们的住宿。听起来太神奇了，个性化您的体验可以带来巨大的不同。确实如此，我们感觉就像在家外一样，这使这次旅行更加愉快。我喜欢这个主意，这就像为你度过一个量身定制的假期。没错，另外，房东非常友好，并向我们推荐了当地景点。这增添了个人风格，它使探索新地方变得更加令人兴奋。是的，而且我们得见其他客人，这让人感觉像一个小社区。第49课，莎士比亚的影响力。你知道莎士比亚似乎为这种语言引入了很多词吗？是的，我听说过。想一想他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如何塑造了英语，真是令人着迷。没错，我们今天说的许多短语都源于他的戏剧和14行诗。绝对可以。他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力确实非常出色，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作家。我认为讨论他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英语的丰富性。是的，看到语言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和适应，真是太神奇了。我很想探索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看看我能发现什么新的表现形式。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一起潜入他的诗歌和戏剧。我等不及了，这将是加深我们对语言和文学理解的一种有趣方式。第50课，有效的时间管理。我一直在努力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很重要。绝对可以。设定优先级有助于确保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完成。是的，我经常发现，将较大的项目分成较小的部分，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紧张。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它使您可以一次专注于一个步骤，并跟踪进度。没错。另外，庆祝这些小成就可以激发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是的，我相信保持井井有条是保持生产力和减轻压力的关键。我正在努力制定每日日程表，以帮助我保持正轨。这是个好主意，让我们分享我们的规划技巧，以帮助彼此改进。我会喜欢的。我们可以共同找到有效的策略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时间。